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各位还记得在前不久我才有介绍了这一款游戏，是我小时候的启蒙老师第一次接触的策略经营游戏。那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，我可能会拍这个游戏的影片内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有趣的地方在哪里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好像还挺多关卡，好像有12关还是14关啊？那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第一关。当时画面上是有看到3个岛屿啊，不过我相信之后可能这边也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也说不定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岛屿开始，就是我之前所演示的画面。那这里就有说到我的目标叙事。这里有说到假日来啦，过2天就是春假开始，预计会有大批的旅客涌入。不过有个大问题，你的度假村还没有接近完成嘞，你需要快点新建所有的房屋啊。那这边提示我就不跟大家讲了，你们可以自己查看。但是他这边就有要求说，要在第3天17点之前盖好任何岛上没有的房屋。OK， 那其实这个关卡呢还算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旅客的精神状态好了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的旅客呢是暗淡无光的，这个在那边哭，你在哭什么啊？你是在靠腰哦。要去晒太阳。要展示一下我的古铜色，他可以喝很多饮料，他想要喝饮料这里没有卖啤酒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修道院吗？有时候这个游戏他一些顾客的发言呢是很好笑，我不知道谁写的台词。OK， 那我们先建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嘛。在这个游戏之中呢，如果你想要赚钱赚得更快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建一些能够赚更多钱的建筑物。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最好赚钱的就是酒吧跟那个烤肉摊。但烤肉摊的解锁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把酒吧给建好。那我们先放一个酒吧在这里好了。我相信等晚上的时候，这个酒吧应该是排队排到很满了。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兵已经出动了，准备去建我们的建筑物了。你们看是不是真的很像小兵？他戴着帽子，整身黄黄的。那除了这个酒吧之外呢，其实冰淇淋店跟饮料店我们也是可以先稍微安装一下，因为这些也是被动收入来的，也是会有赚钱的。比较不赚钱的就是你们先去建一些基础的设施，像是一些什么厕所啊，或者清洁工人的房子之类的，这些固然是重要啦，但是如果你建了之后，就变成说你那个收入会比较慢一点，不会赚到这么多钱。所以一般我都是从这些能够赚比较多钱的地方下手。像咖啡店呢，其实也是挺赚钱的，但是最赚钱的还是酒吧跟烤肉摊。那我们现在需要等到烤肉摊建好之后才可以放酒吧，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的加速一下，可以看它的动作有多迅速，捶呀捶呀。OK， 那么这边它差不多要建好了之后，我们这里再放一个烤肉摊。那各位要记得，放了这些实的一些建筑物之后呢，你就要马上放一些垃圾桶啊，因为这里的游戏旅客呢是真的很没有素质的，他会随地的到处丢垃圾。所以像这什么冰淇淋店啊，外面也是要放一条街的垃圾桶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就算你放了垃圾桶之后，它也是会到处乱丢的。又看到一个伤心的旅客，他只有29%，没有的洗澡我们再到处的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垂头丧气的旅客，35%，他想要喝啤酒，他不想喝啤酒，他想要喝饮料。有啊，刚刚不是放了饮料吗？然后要滑水道，又想要淋浴看来很多人都想要淋浴可是淋浴这个不是很赚钱的，但这个价格不算太贵，我们满足一下我们旅客的要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个好的度假村老板。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较赚钱。其实海边这些东西也是挺赚钱，但问题是它这些海边的设施都非常贵，而且也是必须要解锁了这个救生员塔之后才可以建。那救生员塔我们可以放在比较远的地方，放在这里好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这种绿色的草地，是没有办法让你去建其他的建筑物的，所以你就只能放一些可能占地不是很多的一些建筑物建在这里而已。这里已经开始有旅客排队，我觉得是时候起价了。我们起到11块钱了，这个暂时还没有人排队我们稍微加速一下，看晚上旅客会不会很多。如果人多的话，我们要开始起价了。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，来，我们起2块钱吧。我们的利润就是从这2个地方来的。你看起了这么多的价钱呢，他们还陆续排队，那我们再起1块钱，还是有人排队，那我们再起1块钱。不能了，他们伤心了，他们生气了。OK， 我再降回12块。所以这个酒吧的极限呢，就是起到12块，不能再起价了。那这个烤肉摊呢，8块钱不可以，他只能接受7块钱，好吧？7块钱就7块钱给你吧，我赚少一点。
但是我还是得要赚，所以就跟你们说这2个是特别赚钱的，但是不建议一开始建太多啊，因为你太多的话，其实你赚到的收入也不会比较多一点了，你还不如把那个钱省下来去做其他的东西。那现在开始没有顾客了，可能要放到11块钱了，11块钱是比较稳定吧，就是确保有顾客一定会去买啊。这边这个烤肉摊也是一样，那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放了整排的垃圾桶，但是他们还是乱丢垃圾。我无语了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做那个清洁员工的房子啊，所以他们没有人打扫啊，这个还是得放一放啊，不然这个岛上充满了垃圾。然后厕所也是要放了，如果你放了这个清洗工人之后，再连续放厕所会比较好一点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清洁工人的情况下，先去放厕所的话，你的厕所会发臭，到时候你的顾客又不喜欢啊，投诉啊，一大堆有的没的。你看整地上是垃圾，我明明放了一整排的垃圾桶，这群人，你这比一个到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哪里不爽？哎，你不要跑！你看他也是投诉了，有什么味道？汉堡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反正他的开心程度只有35%啊，很烦啊！哎，我的工作员工好像没有事情做哎，他们好像很得空哎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有其他的钱了哦，终于可以一起咖啡厅了。咖啡厅这个收入也算是挺高的，我们可以把咖啡厅建起来，然后还有一些海边的设施，先把最贵的搞定啊。这个最贵的有点烦了。建好之后你就不需要担心有没有钱的问题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完成了。先放这个什么冲浪的吗？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沙滩椅租借的地方，沙滩椅租借的地方空位要大一点呢，放在这里吧，反正这边也见不到其他东西。位置要大一点是因为他们会拿那个椅子摊开，然后坐在上面的，需要用到比较多的位置。你看那个被动收入又在赚钱了，狠狠的赚钱了，大家一直在吃汉堡。哎，我好像把所有的建筑物给完成了，现在只是需要等我的建筑工人起床。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呼唤他们起床一点。 OK， 来工作，去做吧，牛马们去工作吧。基本上如果他们把这些建筑物建好之后，我就应该完成任务了。然后厕所这边已经发臭了，我已经看到了，看一下这边的反馈，需要防毒面具才可以上这个厕所，还有说厕所很臭，比较多的是讲要戴防毒面具。还可以看其他评价吗？前往还可以看那个顾客在哪里他的开心程度，然后另外一个顾客这个就比较开心一点，75，这边就70%，还好了。那现在我们的度假村呢，已经变成3颗星啊，有慢慢在变好了。他们还差一点点就要建好啊。我的员工在哪里呢？下班了吗？不可以下班，你们要继续干活、上班、加班，去吧，孩子们，加班吧。差不多要完成了 ，OK， 完成。还有一个沙滩椅啊，沙滩椅也好了。这样子就完成了，恭喜，干得好，你的动作还真快。显然你已经有一堆房子了，为什么你不看看其他的训练程度，学习更加多关于这个游戏的知识呢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继续玩这个程度，想要多久都可以，只要你成功达到目标一次，每个景色都可以让你这么做。所以继续玩吧，或是克服下一个挑战。他这里所讲的就是我可以继续玩这个关卡，就是用跳过。那如果你觉得说你还有其他东西要玩的话啦，又或者是你觉得已经没有挑战性了，你可以玩下一个关卡。像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说我要挑战把这里的星星变成5颗星，我才罢休。又或者是你要让你自己的度假村的旅客要到达什么目标，比方说你可能要弄到你的岛上有300个旅客这样子的目标，去完成这个岛这样子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比方说，议员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关卡弄成5颗星呢？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挑战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先保存，给大家看一下下一个关卡到底是要做什么东西。像第1关完成之后呢，它就会自动来到第2关了。那我们进去游戏的时候，它也是一样会有给一些要求啦。那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老旧的度假村需要修理和进一步的发展，已经存在的房屋越来越经常发生故障，旅客也经常抱怨设施。这里有不错的海滩，但是这一区的海洋以突发的强劲海潮闻名，你也需要改善这里的安全。所以他这边就给一些要求啦，新建任何岛上没有的房屋，且聘请3个工人来维修，且在第5天11点前至少不超过5个人溺水。那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，就是它有一些建筑物呢是需要去维修的，但问题是呢，我现在是没有维
修工人的。这个是建筑工人，建筑工人跟维修工人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如果你要维修工人的话，你必须要先安装这个工人小屋，才会有维修工人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能等到下一集才来做吧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又或者是你们要觉得说我要玩回上一个关卡，先达成你们给我的一些目标先，像是要有500个旅客，或者是要5颗星以上之类的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新的关卡怎么玩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那么以上就是海滨嘉年华的游戏介绍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